身处分是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九九。心肌梗塞真的都是突然发生的吗？其实有不少发病前也没有胸痛，也没有剧烈的不适应，只是觉得好像最近有点累啊，嘴巴容易干啊，尿液颜色变深。那有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天气太热，工作太忙，但是没有想到这些看不起眼的变化，竟然都可能是身体长期缺水发出的一些警讯。那很多人以为说啊，只要每天有喝水就不可能缺水，但是有医生发现，门诊中有很多的患者，每天也是喝茶喝咖啡，甚至水也没少喝，但是呢，处于隐性缺水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嘉宾呢就要带您了解哪些症状是代表我们身体正在缺水，哪些人是最容易忽略的这个症状，又该怎么喝才能真正保护我们的心脏，不要突然间的心肌梗塞。然后而不是呢越喝越缺水。所以如果您对今天话题有兴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汉明堂主治医师周宗翰医师。Hello， 周医师你好。九九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宗翰医师。周医师你好，今天真的是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呢，最近天气很热，那大家不是说啊吹冷气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补水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谈到，因为补水跟我们的心脏心肌梗塞真的是有关联吗？我们今天好好来跟您请教一下。比如说我们讲哦，每个人每天真的有一些喝水、喝咖啡，早上喝一杯咖啡、喝茶，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处于慢性缺水的状态。那我记得医生您有提过，您的门诊有遇到这样的患者，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他们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喝咖啡或者是喝茶，是不是能补充我的水分？其实我认为，其实咖啡跟茶不等于水。因为有时候咖啡跟茶相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太过于利尿，你反而过多的茶或咖啡会导致我们身体缺水，因为它太过利尿，把我们身体的水分从尿液带走，你又没有办法适时的补充水分，而且很爱喝咖啡跟茶的人，我在临床上面很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喜欢把咖啡、茶、饮料、果汁当做水来喝。久了以后，他们并没有去摄取足够的水。像我以前是这样子，我以前就是把茶当水喝，从早喝到晚，就是从一开始睁眼睛，然后连运动都在喝茶。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身体越来越燥，而且我越来越口干，而且身体的皮肤越来越没有弹性。那这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身体的一些警讯之后，就有人跟我说，其实茶不能把它当水。因为我们的茶里面有很多儿茶素，相对来讲也有很多的咖啡因，那这些型的一些里面的一些成分很容易会利尿。我也发现说，我的尿液越来越多，我的频尿的状况感觉好像每次小便的时候尿量都很多，那这时候是把我身体的水分带走。那我的身体相对来讲的话，就变成缺水了，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一个习惯，但我还是很喜欢喝茶。患者送我很多的茶，我家的茶都是可以堆得满山满谷都是。我太下太次拍张跟我讲说，照给我们看一下。对，我把我家所有的茶喝完，我大概也差不多该洗肾了。对，因为患者都会送茶给我喝，然后因为我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茶叶，然后我就会交替喝。但是我后来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茶跟水我把它1:1，也就是说我喝了500cc 的茶，我就会再补充500cc 的水。其实我觉得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跟着我这样子做，因为要预防缺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预防缺水，但我会分享说缺水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可轻可重。但是当你把水跟茶或者是饮料以1:1的比例，不是叫你混在一起哦，是当你喝了譬如说300cc 的茶，你下一杯就要喝300cc 的水，去把它这样子来做补充。那喝着水或是喝着茶，也不是叫你一次就灌300cc 或灌500cc，一次就这样豪饮，而是我们所有的水分摄取都要慢慢的喝。所以慢慢的喝就是少量品饮，频繁的饮用，而不是说你一次就要灌300。周医师说我刚喝完300cc 的茶，慢慢喝，那我现在就要灌500cc 的水进去，这样子对我们的肾脏其实也是有负担的。我在临床上面很常看到很多的疾病。一般来讲，中医有分气跟血，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对不对？最常听到说，我们的气血失调。我在临床上面反而看到最多的就是水分的问题。
所以我会从气、血跟水去调整患者的体质。那一般的医生他往往都着重在气跟血，因为大家都会想，气血要充盈，气血要充盈，常常忽略了水分的重要。所以借由调整水分的代谢，或者是调整水分的输布分散，其实可以治疗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疾病，像很多妇科的疾病，或很多代谢的疾病，甚至血糖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都跟水分有关系。我举个哇哦，例来讲的话，最嗯，近台湾啊，有非常多的新闻都是名人的猝死，包对，含了演艺好多医人员的猝生，死，嗯，还有医生的猝死。你想，医是生他们平常都有在保健自己的身体，平常运动也都有。那演艺人员都是很年轻40几岁就嗯，猝死，现在不是老人家猝死了，现在很多都是是，年轻人，30几岁、40几岁。我猜测大部分的病因都跟心脏的问题，可能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脏是的心律失常，或者心律不整这类型的部分会有关系。那这样型是，的一个问题来讲跟我们身体的水分代谢有关系。我认为它有可能是身体长期的缺水导致。什么叫哇哦，长期的缺水呢？就是我们在身体长期的缺水，不好意思，身体长期的缺水，嗯造成我们的血液过度浓稠。当我们血液过度浓稠了以后，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容易有血液过度浑浊，产生一种叫血栓的问题。这种血是，栓在我们身体里面乱跑是非常危险的。当它如果跑到肺，就叫做肺栓塞；当如果跑到心脏，就叫心肌梗塞；当如果跑到我们的肾脏，就叫做肾中风。听起来都是疑难杂症。那跑到我们的脑呢，就是脑中风。听起哇，来每一种疾病都是非常的难治都致疗，而且命，很多都是致命的，包含了肺栓是，塞，它会致命；心肌梗塞，它会致命；还有心律不整，它也容易致命。而且这个往是，往在后面检查或者是解剖验尸，它往往是没有办法去发现的，因为这个血栓很有可能就是在堵塞了以后，就突然就消失溶解掉不见，所以他在做解剖的时候，他会看不到原因，所以死因嗯，会变成 unknown，会变成不明。但是我哇，认为水分的摄取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朋友是。各位观众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哇，觉得其实周医生，你刚刚讲的真的是我觉得过去我觉得缺水，这个就是补充一下水分，不要让你自己中暑就好了。结对，果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原来可能这就包括最近有一些猝死或可能一些情况，很有嗯可能都是有直接相关，跟我们心脏跟缺水有关系。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请教你，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哎，缺水嘛，通常是在大太阳底下啊，流太多嗯汗啊，没有及时补充，有一点中暑才会发生。但是其实嗯。有些人是在冷气房，甚至有些人是在家里吹冷气，也会发生叫做隐形脱水。请教一下周医嗯。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在大太阳底下要脱水不容易，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会适时的补充水分，他们不会让自己渴死，除非你在那种比较沙漠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干燥的嗯，地方，它没有水分的摄取，或者是拿不到水，这个才会造成水分。大部分一般在外面工作的人啊，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水分的补充。那再来就是有可能是加一点保利达蛮牛这类型的一些健康补给饮料，对。但是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缺水的族群，反而是在室内冷气房的族群。哦，他的嗯，周围是会问，对，很多人都会问说，哎，我们都已经在室内了，都没有晒太阳，那其实我也没怎么流汗，可是怎么还会缺水呢？别忘了，我们的皮肤会蒸散，我们的身体嗯，会蒸散水分。当我们身体不断的蒸散水分，在冷气房也是，因为冷气房其实是很干燥的，我们吹出来的冷气会让我们的整个室内的湿度会降低。那当我们室内的湿度降低了以后，我们的身体蒸散的水分都更快。那我们还是会有尿意去，有时候只能去1个小时去上个厕所嘛。然后不管是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把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我们身体内部带出体外。这时候就会发生隐形缺水的问题。再就是呼吸，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呼吸嘛，那呼吸一定都会有蒸汽嘛。那我们借由的呼吸就会把我们的身体从我们内部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隐形缺水。我再要提到嗯，另外一种隐形缺水这种问题来的话，其实很特别。有没有一种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经验，或者是有没有听说，就是当我们喝水，喝一喝，是，我们很快就想上厕所，那还是是，觉得一直口干舌燥，没有办法解是，渴，而且会有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便秘的，他会觉得说他的大便都很干，那可是嗯，我喝水怎么感觉好像排便都是很不畅通，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水没有办法被我们人体好好的运用。这个在中医来讲的话，这个是中医治疗的重点跟强项。可是这个在西医来讲，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它是认为说，有可能它会把你判断成膀胱过动症。哦，对对对，这个在通对，这个在常是有可能是对，这样。通常他会认为说，你喝水那么多，然后你很快又频尿。可是，不对呀，我喝水那么多，可是我又口渴，那我又便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在临床上面就是很典型的水分的调节失常。那在中医比较更专业的一个讲法，就是三焦水分调节失常。我们中医有分上焦、中焦、下焦，上焦、中焦、下焦统称三焦。那三焦的水分调节失常就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淋巴循环都出现异常的代谢，也就是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好好运用我们喝进去的水，它就像是一根肠子通到底一样，喝进去的水分直接从尿液排出去，完全没有被我们身体好好的运用。其实我们在中医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脾约，脾约是脾脏的脾，约束的约。脾约，那中医的有一个叫《伤寒论》，《伤寒论》里面有一个脾约者用麻子仁丸，就这么简单，他就用一个麻子仁丸就可以改善这样子的问题。麻子仁丸就是在中医来讲，它是拿来通便用的一个方剂。它是怎么样做呢？它把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从大肠直接拉回我们的身体，拉回我们拉回我们的一个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运用，让我们的身体比较不会有便秘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当我们身体好好的运用这些水分了以后，你的大便不会干，你的口也不会干，这个就是身体水分代谢的一个问题，还有解决的方案。哇，所以其实中医对于这个，包括因为有可能你讲到缺水，其实有可能你可能也会造成便秘的一些问题。那刚才有提到说，有可能你会经常一喝水就马上想要上洗手间，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而且其实中医对这个方面其实也有办法。那么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周医师？因为您刚才讲到这些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体上的症状的问题，那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用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我是不是也有缺水或脱水，或包括您刚才讲的，一喝水然后就好，马上就排尿了，然后或者是口干尿液颜色，有可能可以来判断吗？我在临床上面啊，第一个会判断的就是每个人的嘴唇。嘴唇如果干裂或者是干燥的话，其实你从嘴唇的外观，它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嘴唇的干燥跟干裂。再来就是它的我会在观察说他的皮肤如果说比较偏干燥，这个比较是偏老年人，他的皮肤比较偏干燥，然后都要需要擦乳液，他会跟你讲主诉是说他的皮肤容易痒。他皮肤容易痒，容易干，那这时候我都会说，那如果你擦乳液会好的话，代表你身体的阴液是缺乏的，所以这时候要滋阴润肺。那再来就是他很容易口干舌燥，这是最直接的，他就直接坐下来就说，周医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怎么样？我会口干舌燥，怎么饮不解渴，怎么喝水都喝不了，都没有办法解渴。这时候我就会判断说，它的水分的摄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就是我刚刚讲的脾约的症状。那再就是便秘，很多人喝一大堆水，他就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肠胃所运用，他没有办法让水分直接跑到我们的一个肠道去做有效的调节，那这个也是水分代谢失调的一个表征。我们在中医来讲的话，这个也算是缺水的一个功效。那再来就是它的譬如说在心脏或者是一个循环的部分，它容易有三高的问题。我常常会只说就是，譬如说我会问一下，就说，在这段时间你的血糖有没有稳定？你的血脂的状况有没有异常？当他跟我讲说他的血脂比较容易偏高，那他的血糖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比较偏高，这时候我也会判断说，他有可能他的身体的水分代谢调节是失常，他的水分摄取是不足的，这个都是所谓的在临床上面的一个判断。所以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症状，我们其实自己不太知道的，所以大家要仔细注意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太容易判断，其实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便秘的问题啊，心跳变快啊，可能你就是可以从补充水分，甚至用一些中医调理就可以。到底怎么样调理？等一下我会来继续请教周医师。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反馈了，就是跟我舅舅我推荐的这个眼贴之后，他的眼睛得到一些很好的照顾。那有其中一个阿姨，她跟我说，她最近其实有一些飞蚊症的一些困扰，
后来他认真使用了眼贴呢，发现这个困扰就改善了，还有眼睛干的问题，使用了之后呢，就跟我反馈，那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因为大家就是可以用这个眼贴来帮助他缓解眼睛的问题。那这个是100%的天然的草本的成分，里面有甘草啊、古精华、冰片啊、淡酮等等菊花萃取物、菊花里萃取物。那其实它对于200度以下的假性近视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对眼睛干涩啊、眼睛疲劳也有很好的舒缓作用。就这样子，你贴在像我平常都会放一盒在我的桌面上面，然后贴在5分钟左右，眼睛就会开始湿润，所以使用还蛮方便的。其实周医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甘草啊、古精华，就像有时候中医生都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贴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上面啊，就是做一些按摩的动作，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像请教一下周医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甘草啊、古精华啊、这菊花里萃取物，像这个对平常在中医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效果呢？其实它在眼贴，如果里面有这些成分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发炎的问题。这个眼贴很棒，这个眼贴其实可以消我们的眼袋。我们的眼袋其实就是发炎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整个眼袋是浮肿，那水分的代谢摄取是也是不稳定的，就会在眼睛的浮肿这边。我都喜欢这样贴下去，它会容易有，我也需要啊。对你，对，我会寄一些给你。对，不用我有买的。对，就是回去的时候啊，你就是把它敷在上面。这种敷在上面的一个可以消我们的眼袋，它里面有古精、有菊花、有甘草。其实甘草其实就是所谓我们的抗发炎、消炎的一个成分。我们很多眼睛容易有过敏、容易结膜炎，或者是刚刚就有讲的假性近视，或者是甚至飞蚊症，都是跟我们周围的微循环比较差会有关系。第二个就是眼睛周围的结膜在发炎，所以透过这样子的眼贴，草本的眼贴，其实可以改善跟修复我们眼睛周围的发炎跟循环。其实对我们的一个眼睛的眼袋也会有很好的改善。当一个人眼袋消掉了以后，他整个眼睛就会变得很有神，长相也这个会变得很好看。很重要，我觉得，而且你就不用再去抽眼袋。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然就要早一点。你就是如果你有开始已经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严重的，我觉得它其实对我们的保养能够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像我刚刚就借这个机会来贴一下，我觉得好舒服，有点舍不得拿下来。但是做节目还是不要让那个观众觉得好奇怪哦。所以平常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看到很多人就会贴着，然后就是蛮舒服的，因为我们用眼也是比较多，我们就当做日常的保养，就好像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我们平常也会用一些就是蛀牙的一些牙膏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得到一些舒缓的一些帮助。好了，我现在就是给大家，我们这个有折扣，现在有5块美金的折扣一盒，所以你只要用 JO5 这个 code 就可以得到了这个折扣。那记得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的，你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或者是一扫这个 QR code， 上面都有相关的资讯。好 ，OK， 我们继续跟周医生讨论，就是刚才提到了缺水的问题，那我们也讲到说缺水有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继续请教你，到底哪一些人比较容易缺水，但是又不容易发现呢？其实缺水，第一个我刚刚想说，就比较不容易发现。我们每天尿尿，你光看那个颜色，当你的尿尿颜色都是偏黄的，或者是偏深色的，代表你身体又缺水了。所以我会建议说，就是当我们就是不管我刚刚前面讲的，可能你比较满培，你可能不会觉得你口干，你可能不会觉得你眼睛干，你可能觉得你皮肤就是端一端的非常有弹性。水润。对啊，那麻烦看一下尿尿好吧，总看得出来吧？是。大部分的尿尿啊，如果说一般的刚开始我们早上起床的第一泡尿，一定都是黄色，因为我们一整个晚上没有摄取水分，你总不可能中间睡觉一半起来，然后你再去喝水吧，代表你睡眠品质很不好，你中间容易中断。我们正常的睡眠是一觉到天亮，所以起床的时候，它的尿尿是偏微黄，也味道会有点重，这是正常的。接着我们开始吃了早餐，喝了咖啡，然后开始摄取水分，接着你的尿尿开始都要比较偏淡，或是比较没有颜色，代表说你摄取的水分是充足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而且最直观的评估方式。是。那中医在缺水啊，其实就是缺我们的阴液，所以我们在中医的一个治疗叫做滋阴润肺。
因为肺主生调我们的水道，而且肺主皮毛。当我们的肺缺水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容易干，我们的皮肤容易干，甚至我们的眼睛也容易干。所以在用药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会用很多宣肺的用药，那也有说有些滋阴的用药，这个都是在等一下我会介绍的茶饮里面会带到。那太好了，我们等一下期待就是周医生要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先在您分享之前，我还是要想请教您，因为缺水不是只有口渴，刚才提到有一些严重的症状，那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周医师，有哪些严重的情况，有严重的疾病有可能会发生呢？我在临床上面，如果有碰过工人，就是那种建筑工人，他在嗯，工作的时候，因为喝水麻烦，他们在工地里面尿尿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要从很高的地方，然后爬下去厕所，他们很懒得这样子爬，对就会造对，成所谓的热中暑、热衰竭。这种热哦，中暑、热衰竭啊，不是像你这种，而且头晕脑胀的那种中暑，不是哦。其实真正的在西医的定义来讲，热中暑、热衰竭，它是会死人的，它是一个急症。这种热衰竭、热中暑，它会让我们身体的核心温度失常，它可能内部的核心温度甚至会达到40度。我们一般的核心温度，正常人的体温是36.9度，37度到31度，37.2度叫做低烧。可是当它到对，39度、40度，它就是所谓的热中暑或热衰竭。那这时候就是会造成生命的危险。这就嗯，是所谓的你的水分摄取没有充足。第二个，你在阳光，大太阳底下的去做直晒，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有可能会诱发这样子的热中暑、热衰竭的情形，就包含了像农夫啊，或者是建筑工人啊，或者是在外工作的工地的一些工班的朋友啊，这个都要特别小心跟注意，平常都要摄取水分。而且我在工地里面，我常常看到，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他们都很喜欢喝那个，不知道怎么讲，保利达 B 啊。可以，我说你们再把它再对，把它删掉，保利达 就但 B 是我或者是们不是代言就对了，阿 B，对对，威士嗯比亚那一种嗯嗯就是嗯嗯嗯，工地好能朋友嘛，量饮啦，我们讲能对对量饮，它对对，算能那种就量饮啊，是广告都很大，他们里面都是是是，药酒，我很哦反对这样子喝药酒，因为你在这哦，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还喝药酒，这个是会造成你利尿。哇因为里面都是所谓的什么生龙酒啊、药酒啊，里面都哦，有多少一些中药成分，但是它中药里面加酒精，它喝完了以后会哇，让你的精神100倍，但是是相对来讲的话，会让你身体缺水、因为哇，哎，很多酒精，像很多人爱嗯，喝酒，喝酒就会利尿，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是喝酒可以解口渴，错了。你越喝酒，你喝那种喝那种 whisky 啊，喝那种比较烈的那种高粱，你反而会容易口渴。原因在是，于说，它让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水分蒸散出去，不管是从我们的汗腺，或者从我们的尿液，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的缺乏。所以我都是，会建议说，这时候你真的只能喝水。那等一下我嗯，会我会分析说，在什么样的阶段或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喝什么样的饮料。我也不是说就是是只有水才能解渴，没有这回事。因为本是是，身我自己也是刚开始，老实说我也很讨厌一直喝水的，因为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我必须要有一点味道，所以我改喝茶，那改喝嗯，手摇饮，就会让我很开心。对，可对，是因为水跟茶，毕竟水它是没有办法做取代，但有其他的饮料可以在比较合适的时候喝，包含了椰子汁，它会比较适合嗯，在中暑的时候，包含了运动饮料，它比嗯，较适合在脚抽筋或者是你真正在运动的时候去喝。像有哇，些人他嗯，在喝运动饮料，就是我们大量的流汗，身体缺乏电解质，他晚上的时候容易会脚抽筋。那这时候就要适时的补充运动饮料。那运动饮嗯，料喝也有学问，通常我会是建议说，就是你买的运动饮料，就是以1:1的比例去兑水服用。也就是说，你买一罐，它可以变成另外一罐，就是买一送一的概念。相嗯，对来讲话，对我们人体的渗透压也比较稳定。但现在是厂商很贼，他现在已经开始会出一些等渗透压的离子的水的这种饮品，他就会预料说，很多运动饮料偏甜，所以他就会不要让我这种医师去偷假波，去教导那教个大家怎民众说么样要简易的兑水，方法，对，就对，兑水，就是有些人就兑水，所以兑水就1:1嘛，就你买一是，罐的舒跑，你就是再加就350cc 的舒跑，你就再加350cc 的水，就是1:1的兑水。这样子来哎。讲话，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摄取的电解质充足以外，它可以解渴，它是，可以而且解渴。对我们肾脏负担也不会一次那么大。
对，而且我而且你可以省嗯，钱，因为你可也可以以买省钱。一次就可以喝2次，没你错，喝两次，买一送一的概念。不对，过都刚才其实是一样。周医生您提到说，你过去也是喜欢喝茶跟咖啡，因为我也是觉得喝白开水，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像我觉得这是遗传到我妈，我妈妈就说，哎呀，她觉得喝白开水就没味道，有时候喝起来会觉得很不舒，就是很不开心。我觉得也是这个概念，但是我最近后来也发现了，就是还是用水来补充我们身体的需要的水分，我觉得这个才嗯。是最关键的，所以我开始在调整我自己，就是说，哎，我一定要是以水为主，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最好是还是能够喝水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等一下周医师嗯。会分享，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还是要提一下，周医师，你前阵子才刚刚出国，从意大嗯。利旅游刚刚才回来。我相信这个嗯。夏天哦，大家就是不管是暑假呀、放假啊，或者是各种假期，都会带家人啊，就家里的小朋友出去玩。那其实嗯。出去玩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忘记补充水分，所以周医师，您自己在嗯。出外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补充水分的一些比较诀窍的部分呢？这次我去欧洲旅游，欧洲也看到很多新闻很都是热热，浪，真的超对，级热的欸。但是欧是洲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蛮干燥的，干燥是来讲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不会中暑。我认为在台湾比较容易会有中暑，容易头昏沉。可是在欧洲，你只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它就比较不会有那一种头晕的问题。我认为说跟台湾的湿度跟欧洲的湿度会有关系。因为嗯北美或者是欧洲，它的湿度并不会像台湾这么的大。但是是欧洲有一个坏处，就是它上厕所都要钱。像很多老人家，他上厕所就要2欧元，他可能就是为了要省那2欧元，或者是可能就亚洲人去欧洲，他觉得嗯上厕所花钱是不合理的，他就会开始说，哎，那我减少水分的摄取。那这时哦，候又千容易有万不要，身体的问题出现了，所以对那时候我说对没关系的，就2块欧元去买一个健康嘛。对，那对加上对对，其实欧洲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嗯，他们很喜欢喝咖啡，很喜欢喝咖是啡。他们其实如果说因为我这次去意大利嘛，意大利他们比是较少像英国那种英式红茶，我后来发现他们到处都是咖啡耶，而且他们咖啡都是，意是 大利咖啡是最有 espresso，名的，他们是是的，超浓的那一种，而且他们是小小杯的这一种，就是是他们其实我听导游说，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咖啡要变比较小杯，就是让你赶快喝完赶快走的意思，因为你不要在那边喝太久，然后不像美国的咖啡都已经要卡布奇诺拿铁那么大一杯，真是，正的意大利的咖啡啊都是小小杯，这么嗯，小一杯，然后你就是一口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就整个就精神百倍，里面是是。非常的浓缩的咖啡。刚对，刚开始你意式不喝，浓缩咖啡就是这样对，来的。你不习惯喝的时候，你还真的刚开始喝完以后，你容易心悸。就像我本身就不太喝咖啡的人，可是我到意大利一定要入境学术，就是我想要嗯，来一杯，就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心悸，你知道吗？因为不太常喝咖啡的人，然后你突然喝了一杯以后，就整个就是好像不晓得喝了2罐蛮牛还是3罐蛮牛一样，就整个精神都特别好，然后心跳变得很快，这个就是是心悸，这就是心悸。是，那这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多喝嗯，水。我用水分去冲淡这样子的问题，才发现说，原来我比较平常就不喝咖啡的人，就是不能真的喝太浓。这个就是我在意大利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对，我觉得入对，这就入是咖啡的乡随俗，问题。没错，我对，觉得入境入乡随随俗。俗，还有就是说每个地方真的有不一样的文化。比如说您说上厕所可能要缴一些费用啊，每个地方都对。一样，所以在欧洲可能要去旅行，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就像你说2块钱买一个健康，我是还蛮建议大嗯。家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是。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周医师？因为很多人嗯。就像您刚才提到，你有你的解法。我觉得如果你有出外旅游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害怕喝水，因为们在运动中、在行走中，其实还有每个地方的天气是不太一样的。水真的对。是补充我们身体营养一个很好、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等到说，哎，我口渴了才喝水，但是真的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我们身体已经缺水很严重了。我想请教一下周医师，您嗯。认为哪一些时间哦，或者是哪一些重点，我们遇到什么情况，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补水时间呢？其实我认为说喝水它是有诀窍的，像很嗯，多人说，喝水就是你口渴再喝。我认为，如果说真正以健康来养生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喝水就是要规律，而且要频繁，规律跟是频繁，而且要小小口。像很多肾脏科的医师啊，他都会要求说，他一个人的水分摄取一定要2000到3000，他会给你一个固定的水量。但我是，认为，这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不认同。
因为我认为每个人的第一个身形不一样，你所在的环境不一样，那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再来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条件、机能、身高、体重完全不一样。你凭什么跟大家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喝一天都要喝2000cc的水？我这么认为，它很容易会造成在中医来讲，我认知啊，我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可以骂我没关系。就是我喝到的就会有一个叫做水中毒。水中毒，水中毒，所谓的水中毒就是你喝了非常多的水，而且是用灌的。那灌完是的水，当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利用，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肢容易水肿。下肢容易哦，水肿是跟你嗯，的一个水分调节失常，跟你的有时候摄取过多的水分，或者甚至你的水分没有被好好的身体运用会有关系。身体如何好好的去运用我们的水分呢？肠胃是关键。我们的身体的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唾液腺跟消化腺，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的排除跟代谢有取得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 shut down 的一个状况，当我们一个是，出现转换的障碍了以后，就会产生水中毒的问题。那这时候我嗯，就会建议说，水分的一个摄取都要少，因为我在临床上面看到非常多水疫病的问题，不是血疫，而是嗯，水疫病。如果是，是以妇科来讲的话，它的分泌物可能会很多。那这时候我就嗯，问他说：“哎，你平常摄取的水分会不会很多？”我都很正常喝水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那这时候你的水分摄取先少一点，我先把你的身体的脾胃的功能跟肠胃的机能调节先稳定，它的分泌物就会好。”他说：“周医师，我是妇科的问题，你调我肠胃干嘛？”原因在于说，我刚刚讲说，我们中医有分上焦、中焦、下焦，其中的中焦它连接了上焦跟下焦。那中焦是什么呢？中焦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借由肠胃系统的转化跟运化，可以改善我们的水分调节的稳定。借着我们的一个整个运化的一个稳定以后，我们淋巴的回流才会好，你才不会容易水肿。所以很多人会有个迷思，就是水肿跟我们水分喝多喝少有没有关系？其实老实说，比较没有关系。你就算没喝水，你还是会水肿。这个就是水哦，分的一个代谢调节的问题。哦，那你水喝多了呢，你不见得会水肿，你反而没喝水，你才会水肿。这个就是哦，身体的一原来是个奥妙。这样，真的，这嗯，个在临床上面你会忽略。那我就说，哎呀，是，我水肿我就少喝水，错了。你这时候你有可能要多喝水，你的水肿才会嗯，消，因为你的水分在我们身体去做运行、做推动，淋巴的回流好了，你的水肿才会消。那你一看到水肿，你都完全不敢喝水，你反而你的身体的代谢是停滞的。这个会是，在什么样的疾病上面、患者上面看到呢？第一个，我常看到的是血糖有问题的糖尿病，再来就是血脂有问题的高血脂症，还有他的血压有问题的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像譬如说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个部分也常常会出现。所以这种非常细微的一个表征，都是我在临床上面疾病上面的诊断。但是这类型的一个状况出现，都是以老年人为居多。所以老嗯，年人他在他们身体的一个身形，或者是在喝水的一个比例调节来讲的话，其实要因人而异，而不能是，说就是你给他一个遗嘱，就是一个人固定就要喝2000cc，我不这么是。认为，因为有些人过多的摄取或者是水分摄取超过1000到2000，对他的身体来讲就会产生负担，所以每个人状况会不一样。是我非常就是支持同意，就是周医师刚才提到的，就每个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大水壶，然后很多人就嗯，拿了一个大水壶就拼命喝。当然，我觉得补充水分是很好，但是尤其是年纪长的长辈，你可能要知道一下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加上你有水肿的话，可能更要注意你喝水的时间或喝水的这个量，你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自己不太清是，楚，还是找专业的医师来给你一些指导。我觉得尤其是老人家，还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但是其嗯，实除了喝水以外哦，包括在日本，日本有一位安藤内科诊所院长安藤大树，他曾经有推荐说要常喝这个常温的麦茶，然后再嗯，加上一颗酸梅。哎，请教一是。下周医师，这个是一个补水的好组合，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知道日本人啊，他们从小就开始喝麦茶。麦是，茶其实在他们日本来讲的话，因为麦茶其实相对没有咖啡因。那麦茶他们有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不是喝常温，他都是喝冰麦茶啦。他们对，因为我非常常去日本，所以我知道他们都是喝冰麦茶。然后走到路是，上就基本上不是绿茶就是麦茶，他们就是两种，但嗯，我都很喜欢。
那麦茶我也是很喜欢，但是我麦茶我就是嫌它没有咖啡因，没有办法振奋我的人心。但是麦茶它的味道其实是很浓郁，而且很香甜，而且喝了会很清爽，它可以解油腻，它可以解油腻。是但是在中医来讲的话，麦茶它有滋阴润肺的效果。是滋阴润肺的效果。那再加上酸梅呢？酸梅大家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叫“生津止渴”，只是要看到酸的东西，我们的唾液腺就会产生分泌，就会产生唾液腺的一个分泌，就会止渴。我们很多我前面有讲说你容易口干舌燥，我刚刚少讲了一点就是干燥症。干燥是症很多干燥症是是免疫系统的疾病，但是我都会建议说，因为这时候你可以稍微偶尔含一点酸梅，偶尔含一点酸梅含在我们身体的嘴巴里面，它嗯会刺激诱发我们的唾液腺的分泌，其实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点干燥症的问题。我只是稍微哦改善一点点，不能治疗啊。对，但是这个对是我们的一个口干舌燥会有帮助。那麦是茶，冰的麦茶，它喝进去以后，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虚火，降低我们身体的虚火，就会让我们身体比较不会感到这么的燥热。当我们身体感到不会那么燥热以后，我们身体的水分阴液就再加上多补充一些水分，可以改善我们口渴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很喜欢以麦茶当做是基底，然后来作为一个止渴的饮品。对，但是您刚刚提到麦茶，冰麦茶，可是中医嗯又叫我们不要喝冰水，那到底是嗯。可不可以喝冰的呢？这个请教一下是这个是周医师。每个生活还有人种，还有他的文化的饮食习惯不同。这个我在日本我就已经研究过非常久了，就是他们为什么一直很爱喝冰水。那他们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们的饮食的习惯的问题，他从以前到他们灌输的喝冰水就是对他们身体来讲的话，可以促进身体的代谢。那中医不这么认为，中医认为说喝冰水可能会损伤脾阳。就是所谓的脾阳，就是让我们的消化机能变得不是这么的稳定，所以这有两派的说法。但是日本人很爱喝冰水，可是他们又很喜欢去泡温泉。这个我认哦为这个会有一点点关联，就是他们在哦泡温泉的时候喝冰水，可以降低他们身体内部的那种核心温度，会让他们身是体比较舒服。再加上他们的文化并没有喝温水这个问题，可是，在喝温水在华人的文化来讲的话，是已经有点像是根深蒂固，有点像是养生是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是我没有，我先不论对错，而是在于说每个人他有每个人对于养生的一个概念。但是我在临床上面来讲的话，我倒还是会建议说，就是喝偏常温的。但是我会在以因地制宜。如果说是以在比较大热天的话，你还是可以用一些冷水或者是冰的水，这样最好是去冰，去降低我们身体的核心温度，比较不会有中暑的问题。那如果是是冬天的话，你喝冰水，我认为比较没有那么舒服。我认为冬天的时候喝温水或喝热水，相对来讲的话，对你的身体还是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因为是日本的饮食习惯都是以生跟冷为主，所以说生跟冷为主，他们已经在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对于说这样子的一个养生概念来讲的话，他们是不认为说喝温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习惯跟文化，反而是是因为太多的观光客去。因为我到日本，他以前我们在日本啊，你很难找到热水啊。你跟餐厅要热水，他会觉得很奇你怪，很奇怪，因为他们嗯一个日文，他们热水叫做冰水叫 mizu，然后热水叫 ayu，所以说他们两哦个是完全不差同的好多，讲法。对，完全不同的一个讲法。那我们嗯在不管是在机场啊，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你也要找到热水的饮水机，真的是微乎其微。可是我后来发现，最近他们在日本都会放置温水的饮水机，因为太多的观光客需求，因为可能是中国人多，台湾也多，然后每个人都在要热水，他们觉得很烦。但是他们就会干脆准备一个设定饮水对，机就给大家。准备一个饮水机。以前在机场，在日本的机场是没有饮水机这种东西的。对，他们的原来是所有这样。出来的水都是冷水。可是我后来发哦，现，他们也是真的可能是因为真的观光客太多了。但是日是，本人他们自己，我认为我的观察，他们也不太会去拿热水，他们也真的不太会去拿热水。这个是是我觉得很奇特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我认为是。就是文化的差异。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日本，他们其实不太喝热水，在美国也是。其实
美国人很少要喝热水，也就是华人啊、亚洲人可能会对热水的补充会比较有需求，他们也都是喝以冰水为主。就像您刚刚说，机场它就是有冷水，并没有热水的补充，所以每个地方就是其实要回归到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你所在的地方，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所以其实这个可能跟你在什么样的地区，然后你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作为你身体的一个养生方法，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重要。大家要有一点，就是要有一点聪明跟智慧去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跟你所在地。好，那其实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补充水分，除了刚才提到的麦茶或者白开水等等，还有哪些水是可以真正为我们身体来补充一些真的补到水的呢？周医师。我之前有阵子很常跑东南亚，我去东南亚旅游，包含了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就是一定要喝什么你知道椰子汁。哦，椰子汁，椰子水，因为椰子水，那为什么在东南亚要喝椰子汁？它比较不会造成我们身体除了补充我们的水分以外，它可以预防中暑。因为当我们的东南亚比我们台湾更湿更热，所以它的湿度更高，热度更高。那这时候用椰子水去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那再加上椰子水，它也是属于利尿。那喝起来后，它是对我们身体的核心温度可以有效的降低，可以预防中暑。但是椰子水，它如果是我在喝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没有一般的水来的解渴。一般的水来解渴，就是它没有解渴的一个，还是有甜味在里面。对，因为椰子水还是偏甜，所以正常我们在喝椰子水的时候可以预防中暑。但是如果真的要解渴的话，它没有白开水来的有帮助。但我有发现到一个青草茶，它对于解渴，它的效果有时候甚至会比白开水来的更好。原因在于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口干舌燥、口苦或者是口气比较重，是因为跟我们的虚火有关系。这种虚火有可能是从我们的肝火、胃火或心火产生的一个症状。那这时候青草茶里面可能有什么白鹤灵芝草啊，或者是咸丰草啊这类型的青草汁。那真正我们在坊间买的青草茶都有甜，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怕你喝不下去，他帮你放了糖。真正的青草茶是没有甜的，它喝起来会有点微苦，但是有点微苦的饮料不被世人所接受，所以他帮你放了糖。当他放了糖之后，它解渴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就跟椰子水是有类似的一个状况。但是在中医来讲，它使用青草茶来降心火、降肺火或是降肝火，它不放糖。所以就会衍生出这个青草茶喝进去，你就会觉得干干的、涩涩的、苦苦的，这个才是解渴最好的良方。对，但是要小心，青草茶不要喝太多，因为青草茶它是偏高价，很多台湾的虫草药或者是青草药，它里面都是偏高价，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人是不适合喝的。所以青草茶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你如果说血压高，你是属于血压高的族群，或者是本身你是心脏有问题，很多都是钾离子的高或低，那这时候青草茶也不能喝太多。所以我们都要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你要用青草茶解渴，第一个肾脏病的人要注意，你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要注意，还有你本身来讲的话，你的那个比较容易怕冷的人也要特别注意，因为青草茶它有降火气的效果。但是有些人他根本就是比较虚寒的，他已经是冷底了，就不能再喝青草茶。这时候他如果再喝青草茶，他会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腹泻、拉肚子、肚子痛，就会产生这样子一个反应，就代表说你的肠胃是虚寒的，不适合喝太多青草茶。是，所以还是得看我们自己身体的体质啊。那像这种蜂蜜水或柠檬水，您会有推荐吗？蜂蜜水的话，它就是如果说当我们身体的热量不足，它可以喝蜂蜜。那蜂蜜水啊，它其实我是在临床上面，我会作用在喉咙干、喉咙痒或者是喉咙刺痛，
我会用蜂蜜水，因为蜂蜜水真正的蜂蜜不是买那种一般的合成调和蜂蜜，我指的哦，是那个都是喝真正的糖水就蜂蜜。对了，对，喝是，糖水当然是不 OK 的，就对，绝是对不好，真正你要买蜂蜜，真的蜂蜜有一定的价值啊，但是真是正的蜂蜜费用都会比较高。如果真是正的蜂蜜来讲的话，它其实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喉咙的一个肿胀或者是疼痛，这种对喝我们的一个蜂蜜其实会有帮助。加上蜂蜜它有调节免疫的效果，其实跟蜂胶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蜂蜜相对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是还蛮好的。但是有些人要特别注意，皮肤容易瘙痒的人不要喝太多蜂蜜，因为哦，皮肤太过于容易瘙痒，或者是皮肤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有些人喝蜂蜜，它反而会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更严重。原因在于说，蜂蜜水它会容易造成皮湿、造成痰湿，产生这样的一个水分的一个调节，有可能会产生失调的情形。所以喝的比较多蜂蜜水，反而皮肤会瘙痒。这个是是，蜂蜜所以水主要是要要注意注意的。一下，是还对，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周医生提到了各种从椰子水啊、蜂蜜水啊、青草茶，我觉得就是嗯看你身体的本身的状况，然后去适量的去来摄取，我觉得是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真嗯的是有些人很可能会熬夜，或天嗯。气热也会想吃一点辣，那您会有什么样的茶饮来推荐，帮忙补水，同时改善我们这种脾气比较干啊、比较渴啊这嗯，种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呢？在中医里其面有些哪些食材？如果说在夏天很爱吃辣，吃嗯，辣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是偏燥，燥就是会诱发我们的阴液缺乏。我们中医有分阴跟阳，当我们身体的阴液缺乏，我们就要滋阴润肺，滋阴润是，肺。所以我都会推嗯，荐一些像沙参啊、玉竹啊、百合、麦冬，你把它拿来煮水，或者是当这些这些草药或者是这些中药，你加一点白茶。其实它有哦，效的清肺热，其实我上面有一个图表，图表包含了白茶、麦冬、玉竹、石斛跟百合。它里面所有的麦冬，它其实是滋润肺阴；那玉竹它是滋肾阴，石斛是滋胃阴，百合是滋肺阴。其实就是所谓的就是生津润肺，就是让我们的阴液的补充。当它煮起来，它喝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甜甜的。因为很多滋阴药，我们讲的滋阴药，它都是属于偏甜味的，所以我在中药使用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属于怕苦的，我就会常常放一些滋阴药，让他可以接受中药。相对来讲的话，它比较顺口，会比较好喝。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就是对于中药就是会有一些排斥，这个其实我认为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当他把滋阴药放进去以后，他反而比较可以接受中药的那种口感。所以说，滋阴药对我在临床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首先我第一个我要先让他可以接受中药的味道，总是甜甜的东西你总是敢喝吧？就是我真的很讨厌中药，不是每个中药都像当归就像川芎药味这么重。当你把百合、帮黄金或者是我刚刚讲的石斛或麦冬拿来煮水煎汤喝，你会发现它怎么喝起来感觉好像干干的、回甘回甘、甜甜的，好像饮料嗯，一样。这个就是是，中药奥妙的地方。滋阴药它都是属于比较偏甜。当我们身体摄取了比较多滋阴药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身体的水分可以慢慢的补充回来，你原本干燥的皮肤会慢慢的变得比较不干燥，而且比较不会痒，很容易口干舌燥。多放一些滋阴药，它的唾液腺的摄取，唾液腺的分泌，它会越来越发达，就会造是，成改善我们口干舌燥或者是干燥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嗯，眼干、口干，或者是皮肤干燥，或者是甚至容易便秘，滋阴药都扮演的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刚刚推荐的这个茶饮，其实里面4种都是属于滋阴的成分。那再加上白嗯，茶，为什么加上白茶呢？因为白茶其实可以中和所有的药性，所有综合的味，而且不会让药味这么的重，所以会哦。会让会让不喜欢吃中药的人完全感觉不出来他在吃中药，了解，所以我才因为会加个白茶。您对，因为您讲到白茶，因为很多人说，哎，那我嗯，们吃中药怎么可以配茶呢？我刚刚就有这个问题，哎，一般人对，不是说我吃药我们就不要配任何的茶嗯，饮啊，可能会对，综合掉药性，哎，可是没想到这味茶饮可以是配嗯，茶的，还蛮有意思的，反而其实可以增加它的补充，嗯，中药能不能配茶，其实要看每一个中药的药性，或者是是，中药的一个成分。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川芎茶调散，它是拿来治疗头痛的，它的基底就是茶。
基底就是哦，茶。对，那白茶是，其实我也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基底。这种白是，茶其实它可以润肺，可以滋阴，对于我们的一个药性也可以有调和的效果。其实我都会把白茶其实偷偷会加在我们的中药里面。但如果说他如嗯。果有睡眠不好，或者是他本身不适合摄取过多的茶叶或咖啡因的，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他比较不适合。嗯，是，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您真的是比较容易就是喝茶会容易睡不着的朋友，可能就是把对白茶拿掉。那这样子，我觉得也对是一个还蛮好喝的。很对，多中药的茶饮其实都还蛮好喝，像我个人还蛮喜欢当归的味道，就觉得嗯，当归味道真的很好喝。好，不过这是，是我个人的喜好啦。但是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周医生有推荐呢，就是可以在夏天补充水分的一些茶饮，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中药材可以来补充。那么，如果我们像现在真的还是蛮高温的，而且尤其是嗯。在台湾，就是真的是夏天的时间还蛮长的哦，到现在还是蛮热。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时候都还是蛮热的。所以，如果我嗯，们现在面对这种比较可能脱水啊或中暑的这样的天气，你有哪一些提醒要给我们呢？当然最重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水嘛，你就要适时的是补充水分。那通常我都会，你看我的杯子都这样小小的，就少量品饮，我不会一次把它是，喝完。所以我刚才也是一直哦，在喝，很好。它里面那真的是水，里面有加因为东西吗？白开水吗？没有没有，我就是白开水，因为现在台湾是晚上了，其实现是，在就不要再一有加东西。年纪了，没有我会有一个那个标准，就是我可能在5点后我就不会再喝茶或者是喝刺激性哦，对，的饮料，因为哎，这个是很我们上了重要的，年纪，这个很重对，要，开始过40岁以后，会发现说你的睡眠品质没有以前的好。那我就会检没错，视说，那为什么我睡眠品质没有？我以前都可以到睡觉前都还在喝茶，然后像猪一样的可以一觉到天亮。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我的身是，体慢慢的走下坡，我会知道嗯，说我身体对于我们的睡眠，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活，还有我们的一个神经跟内分泌的调节节律开始出现状况。所以这时是，候你就必须要因地制宜的去调整你的生活的步骤。所以是，我都会设定说5点前我还可以喝茶或咖啡，5点后嗯，我就一律改成水。因为我刚刚有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茶跟水你的比例要1:1，所以我会把它嗯，切在5点前我可以喝哦，茶，然后5点后就开始全部都喝水。所以是，这个就是我自己在临床上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调节，我就是在转成这样子，因为我认为说我还是很喜欢喝茶啊，我就不喜欢一整天都在喝水啊。那当然有些人很健康，就是从早喝水到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是我的话，嗯嗯。我也没办法，我早上就是爱喝个手摇饮嘛，我下午就是爱喝个甜的东西嘛。千可是到了万不要跟晚上，周医生学，周医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养对生的方法，我们不只对可以完全参照他哈，但是你要对记得他有，因为其实周医生看完诊之后，包括有时候我们做完直播之后，其实周医生都还是会去运动，排出对，他体内的一些不好的毒素啊各方面的，所以大家嗯其实。周医生的生活是非常规律，而且他还是会注重养生。大家听说啊，周医生也喝手摇饮，那我们也可以喝，有啊，我有但是你喝啊，还记得还是要运动，患者都会你还是要喝帮我买，你知道。白开水。对对，患所以者会帮我买手摇饮。对，然后我刚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就是我必须要让水跟我的其他的饮品各1:1，就是是是，不会让我身体的水分去缺乏。那晚上我会像其实我运动已经运动完了，我在直播前我嗯，没事我就先运动，运动完了以后，然后我再穿上上班的衣服，然后后面再做直播。其实我运动已哎，经运动完，那我在运动的时候会喝什么呢？我还是会喝水的。因为其实嗯，我会认为说，哎，我现在目前来讲，我可能脚没有抽筋，那我平常的流汗的，因为我可能在冷气房，我流汗并没有多，我还是想要多补充水分，所以这时是候我的选择就会直接就是喝水，那不会以是运动饮料为主。但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当你是吃蛋白粉做运动，有些人会健身，然后吃很多蛋白粉，这时候是，切记，你只能喝水而已，你千万不要喝运动饮料。原因在于说，你必须要用过多的水去中和蛋白粉的造性。因为我在健身房看到太多人喝蛋白粉，然后配运动饮料，然后还在配其他的一些饮品，还有我有看过喝蛋白粉再配可乐的。我实在很想哇，去可以阻止，吗？我当然很想去阻止他，可是我没那么鸡婆啊，我就当没看到啊。可是我觉得这样是很哦，不 OK 的，就是你吃，对，像很多人喝蛋白粉，因为健身房里面很多肌肉猛男，
我是小弱鸡，然后他们那边做非常多的那些重训，他们就会举重啊，泡蛋白粉，对，他们就会泡蛋白粉。那我就跟我教练讲说，你就必须要喝更多的水，因为蛋白粉会让我们身体变得很燥，会变得很燥，因为它是高蛋白。那再加上蛋白粉对我们的肾脏，其实它多少如果过多的话，其实还是有负担，所以你要用水去中和它的一个浓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吸收也会比较好。所以我都会建议说，你吃蛋白粉，如果说有在吃蛋白粉淀粉，你是要多补充更多的水分，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第一个蛋白质可以有效的运用，再来就是我们身体不会偏燥，因为很多人吃了蛋白粉又开始长痘痘，开始口干舌燥，开始便秘，这个都是有关联的。是，所以大家就是千万要按照您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一直在补充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还知道啊，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每个人的健康情况不一样，还有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好，但是最后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帮观众问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位观众他问说，请问一下白茶含什么？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白茶是什么？白茶里面含有什么？里面含有内容物是什么？其实白茶它里面就是对，它就是茶，然后它没有经过发酵。像很多像我们不管是乌龙茶，我们的红茶，它是经过重烘焙跟发酵，可是白茶是比较天然的茶叶，它有可能就是只是晒干，然后并没有做太多发酵的。因为其实所有的茶叶，包含了乌龙茶、红茶，它的茶叶都是同一种品种，可是它是借由不同的制法或不同的制成，产生出来各种不同的茶叶，包含了红茶啊、乌龙茶，甚至绿茶，都跟它的发酵的程度会有关系，它会产生不同的味道。对，所以白茶其实是茶叶的一个种类，对一个种类，然后它是比较偏单纯，比较没有发酵的，就像红茶它的发酵是比较久，所以它喝起来味道会比较重，大部分红茶味道会比较重。那生茶或者是清茶或者是绿茶，它的喝起来味道就会比较轻。是，这个就是发酵的程度的关系。那白茶它就是另外一种品种的，它的品种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出来的茶叶就是发酵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在市面上面稍微去买一下白茶。白茶的话，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没有红茶这么的味道这么强烈，那也没有乌龙茶这么的香醇。对，它喝起来就是比较淡一点这样子。所以其实跟其他的中药来配伍起来，也是比较能够跟大家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对，会比较有融合的味。其实为什么我会选白茶？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是跟其他老师学的，就是其他老师就说，如果说你要用这样的茶的话，你就是选白茶，或者是比较那种没有发酵的茶，你不要把它配乌龙茶或者是配红茶。其实这也是前人的智慧。那我只是分享给大家。它的包容性，谢谢周医师的分享，因为觉得这个白茶的包容性也比较跟大家融合性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了解了哈。谢谢周医师的解答。那其实呢，我们观众也有一位是我们的，我想他是忠实观众，而且他是健康宝宝。他说他早上起床就先喝一杯温开水，然后呢，天然原型食物是最安全的。对，那我想这个他也讲到说，没有经过发酵的茶是一般称为绿茶。是绿茶是吗？没有白茶跟绿茶，白茶跟绿茶是不太一样的。发酵它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在市面上来讲的话，你可以就是稍微挑一下。如果真的买不到白茶的话，你也可以挑绿茶，就是不要太过发酵的茶会比较好。是，就是刚才就是周医生在，如果你还刚刚进来直播的话，刚刚周医生在之前呢有提到说，可以大家怎么补充水分啊，加上一些麦门冬啊等等的，那就是可以跟白茶做配伍。那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回播。好，我想今天呢非常感谢周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详细的一些解说，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了解到就是补水一个重要性，怎么补水，然后缺水其实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伤害。我想今天非常谢谢周医生，因为现在天气还是很炎热，感谢您提供我们这么实用的一些好方法，谢谢周医师，谢谢，谢谢。谢谢。我想今天大家听完分享，一定会发现缺水原来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不要等到口渴才想到喝水，也不要等到就有一点症状头晕心悸啊，甚至你的健康亮红灯了才开始重视。所以从今天开始，现在开始，你不妨提醒自己或者调一个闹钟，
补充水分，定时的补水，让我们身体保持良好的循环，也是在帮助我们的心脏跟血管的健康。所以我想请大家留言一下，刚才就李先生也分享了他怎么补水，那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平常您都怎么提醒自己喝水，或什么时候喝水？有没有曾经因为太忙啊，到晚上才发现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喝水？或许您的经验呢，也可以提醒更多的人养成好的补水习惯。好的，最后如果您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分享给您家中的长辈哦，或者每天待在冷气房工作的亲朋好友。再次感谢周医生今天精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